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新竹县关西镇渡船头桥。我们今天要来造访彰之细路其中的一段飞凤古道。这条古道从关西通往琼林乡的鹿寮坑，我们就从渡桥头船这边出发。出发前先造访渡船头桥福德祠，土地公庙就在下方那里。渡船伯公。 庙后方有一棵老榕树。这是旧庙的残基。土地公庙，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，所以也称伯公庙。我们出发了。过桥之后。 右边的巷子是渡南古道的入口，通往罗家书屋。上次造访过，今天就不造访了。继续前行。上午8点50分，我们从渡船头出发。右手边。 这里有一座伯公庙，这是灶坑三仙伯公。灶坑是这里的地名。现在算是伯公联合办公室。在台湾的山区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土地公联合办公室，主要是因为山区的聚落式微之后，人口外移。 那土地公就没有人照顾，所以就会将一些人口稀少的聚落里面的土地公，集中到人口比较多的聚落，联合供奉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联合土地公办公室，这样的土地公庙。南华2号桥，这边取右行，这里有显伯宫风景区的牌楼。 这里有飞凤古道的标志，这是彰之细路，编号17号飞凤古道，约10公尺。百灵亭，进来休息一下。我们从渡船头走路过来，大约花了25分钟，所以如果想节省一段时间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开车过来这里，然后找路边的停车位。 飞凤古道入口，哇，这个太泥泞了，是改从这边进吗？不过路况也不好。我们继续前行好了。前面永和宫那边还有一个路口，右侧过桥后，那边好像有一间土地公庙，去看一下。 是土地公庙吗？哇，赚到了！是古老的石器土地公庙，福德祠。今天到目前为止，不像在走飞凤古道，而像是在走伯公片路。已经经过3座伯公庙了。 这一座伯公庙，我今天以无意而得知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前行。这边岔路，取左行，走往上方的永和宫。抵达永和宫。 关西镇南新里永和宫，主祀三官大帝。灶坑061至2号。继续往前走，前面那里应该就会衔接飞凤古道了。
走到这里都没有看到飞凤古道的指标。我们继续往上走一段，继续前行，就相信离线地图会让我们接上飞凤古道。哦，这边电线杆终于看到飞凤古道的标志了。所以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，如果是走古道的话，应该250公尺就会抵达这里。现在继续走往竹25乡道。所以现在走的这个路段没错，飞凤古道、彰支细路，虽然号称主线支线加起来全长380公里，不过其实产业道路大概就占了3/4，真正的山径大概只有1/4而已。因为随着时代的演变，很多古道都已经变成产业道路了，甚至是公路。这边有指标，往竹25约2.5公里。前面岔路那里有指标。飞凤古道，其实我对这个名称是有意见的。当初第一次听到飞凤古道，我还以为是在琼林的飞凤山那附近，结果不是，是在关西这里。其实若以地名作为古道命名的依据的话，那这条古道应该称为灶坑古道比较合理。称飞凤古道就比较难跟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地名产生联想。从这里起，终于要进入细路了。西路，客家话指小径的意思。这应该是台风的杰作。沿途有彰支细路的指标 ，Lacunas 西路，一个是泰雅族塞夏语，一个是客家话。彰支细路。所以我也不确定我的发音准不准。Lacunas Selu。哦，这里可以望见，那是五指山吗？前面古道接产业道路了，这边有绑灯3条。现在爬上16份山，16份山应该就在左侧这里。从这边爬上去，基石就在上面，大概30秒吧。我们登顶16份山，16份山海拔360公尺，总督府土根补点。旁边是幼稚园，走这条产业道路出去，就会接竹25乡道。抵达竹25乡道，从关西的渡船头桥出发，走到这里差不多2个小时。这个方向继续走往琼林鹿寮坑。不过我们今天并没有打算要走到琼林的鹿寮坑，因为彰支细路比较恼人的就是接驳比较不方便。如果我们一路走下去，走到鹿寮坑，待会还是得走上来，那这样纯走产业道路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再走一小段，看看风景，就往回走。我们现在就在这边折返，循原路走回关西渡船头桥。我们从这里进入飞凤古道。
寻原路折返。天空一片乌云，哇！突然下雨了。这雨应该不会下很久，就是我们头顶的乌云。回程差不多走了45分钟，我们回到永和宫。不过到这里都没有看到彰支细路的指标。我们走回到百灵亭了。从这边来了。哦，所以没有封闭，是因为烂泥巴的关系。对。那走过去的话，会接永和宫的上面。听到了。哦，所以今天被这个烂泥巴，还有这个路障给误导了。从这里，大概走个10分钟就可以下来了。这段是有一些早期的鹅卵石，大的鹅卵石，所以没走还是有点可惜。但是快要变天了，应该说已经变天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哇，刚好遇到的民众就是我的粉丝，所以他载我上来走我今天错过的飞凤古道。我们刚刚就从这边下来，然后走下去就是永和宫。要从这边进入，我刚刚其实有注意，但是没有看到这条小径。哦，如果没有走近，真的不知道这边有一条彰支细路。哇，走到这里路况就变好了。这是鹅卵石铺成的古道。哇，这一段最有古味。百灵亭就在前面，我老婆在那边等我。进入烂泥巴路，从这边走出来。今天造访飞凤古道，总算在最后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。走完飞凤古道全程，不能说全程，因为没有走到路寮坑。不过没有关系，那一段舍弃，我觉得不可惜。如果错过这一段鹅卵石古道的话，那怎么能说过我走过飞凤古道呢？我们现在就继续走往渡船头桥，大约25分钟。我们回到渡船头桥了，回程从竹25乡道走回到这里。大约花了1个半小时，喊我去补走的一小段飞凤古道。那我们今天的飞凤古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飞凤古道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